近期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歌手张清芳还有大块文化董事长郝明义相继传出离婚的消息，他们的共同点呢都是年过半百才离婚。不少人疑惑说，都结婚这么久了，怎么会突然要离婚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熟年离婚吧。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并进入 CAT 网红馆，你就可以在这个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独家抢先看到许多优质的创作内容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刚刚提到的这类年过半百才离婚的事件呢，其实不是名人专属的特例。像在台湾这10年来的离婚人数虽然在下降，可是50岁以上的离婚比例反而在增加。而且根据调查，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在结婚10几20年后才决定要离婚，还因为这样出现了所谓的灰发离婚、熟年离婚的说法。熟年离婚的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年纪那么大了才离婚，真的会过得比较好吗？今天就让我们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消息哦，我们公司的儿童教育娱乐品牌芒狗狗官网正式开幕了。为了庆祝官网开幕，芒狗狗第1到第6本的绘本限时优惠66折。这6本绘本是我们以芒狗狗为主角所开发的台湾在地原创教材，过去1年间已经在嘖募资创下了2次破100万的亮眼成绩。而最近我们也会推出在4本全新的绘本，在这些绘本里面，我们为不同的年龄层的小孩设定了适合的主题，例如给3到6岁小读者安全过马路的交通主题，也有为7到12岁的大孩子设计学习面对被拒绝的情感主题。目前这4本全新的绘本呢，只有在芒狗狗的官网独家预购，所以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芒狗狗官网网址，带芒狗狗回家，用精彩的故事陪孩子们轻松学习，快乐成长吧。熟年离婚、灰发离婚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常是用来描述战后婴儿潮世代，也就是在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人，在步入中老年之后离婚率增加的情况。也有人会用年纪超过50岁、结婚超过20年的标准来定义熟年离婚。那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熟年离婚这个词最早应该是源自于2005年的同名日剧。这部剧里面呢，描述一个60岁的老人丰原幸太郎，他在开心退休的当天晚上呢，被他太太杨子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幸太郎一整个晴天霹雳，绝对完全不能接受。他认为杨子背叛了家庭，和原本和睦的家庭生活呢开始产生裂痕。但是杨子却表示说，自己在花样年华就结婚哦，一直背负当别人妻子跟妈妈的责任。现在他想要放下这些责任，追求自己空白了30多年的人生。这出日剧当时呢就引起了很多日本熟龄女子的共鸣。后来在2007年，日本通过了所谓的年金分割制度之后，社会更是出现了一股熟年离婚潮。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一辈子在家专职的日本主妇退休后只能领每月大概6万日币的国民年金，而在外面工作的丈夫除了国民年金，还有多一份从薪水提存的后生年金。而年金分割制度就规定说，这个丈夫的后生年金必须要提交1半给配偶，而且即使离婚后也依然有效。所以原本担心离婚之后经济会有困难的日本主妇们呢，在这个法律通过之后，纷纷放胆离了起来。而在2016年的调查显示，日本熟年离婚的件数比10年前增加了整整20%。而在美国呢，比较常见的说法是所谓的灰发离婚，意思是指离婚的时候双方的发色是灰色的。那根据研究呢，这20年来虽然美国整体的离婚率在下降，可是50岁以上的离婚率却增加了超过1倍。熟年离婚变成一个越来越常见的现象，而且有趣的是，不是年纪到了就会自动想离婚，大部分熟年离婚案呢都会落在2个时间点。熟年离婚最常发生的时间点有2个，第一呢是空巢期，也就是子女长大后离家的时间，而第2个时间点呢是在退休之后。为什么是在这2个时间点呢？因为在孩子长大离开之后呢，在夫妻没有了这个育儿工作，可能呢马上就少了一个最大的共同话题。那再加上退休在家，双方相处的时间大量增加，如果彼此对于未来的退休规划，像是居住地啊、生活重心不一样，那就很容易发生冲突跟摩擦。而且跟年轻新婚夫妇相比呢，中老年人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要慢慢的重新磨合，放下身段配合对方，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而研究灰发离婚的美国社会学教授布朗认为灰发族结束婚姻的关键原因，可能是因为人生阶段的转变。因为以前2个人就算婚姻不和谐，还是要顾虑到小孩还小、失婚单亲的情况呢，不利于就业，容易被歧视等等，很多人就会选择忍下来。可是当双方步入中年，子女已经长大成人，工作也已经准备
备退休，生活渐渐有了余裕，更容易发现自己跟枕边人的共同点居然那么少，很多人这时就会产生离婚的想法。所以灰发族离婚通常不是由单一事件引起，反倒是两人经年累月渐行渐远的结果。不过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所谓的空巢期跟退休期，以前人也会有啊，为什么偏偏是到现代熟年离婚率才忽然上升呢？现在熟年离婚越来越常见有3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有人认为说熟年离婚率增加跟平均寿命的延长有关，因为以前的人呢跟伴侣活到接近退休年纪，剩下的年岁可能也不多了，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现在的人活到50-60岁可能还有几十年的大好人生可以过。那遇到不满意的婚姻生活，可能就不想要这样子将就下去，白白浪费未来1/3的人生。而第二个原因呢，跟离婚这件事情的社会观感有关。以前的人就算遇到很严重的婚姻问题，想要离婚呢，会面对很多的社会压力，像是担心家人无法接受啊，怕亲戚朋友指指点点啊，甚至被下一任伴侣嫌弃等等。但是现在离婚这件事情越来越能够被接受。美国有研究指出，在某些情况之下，熟龄人士甚至可能比年轻人更能够接受离婚。50岁以上的熟龄人士呢，有将近2/3的人同意说，当夫妻无法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时，离婚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而之所以会这样子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听过身边的亲戚好友离婚，或是他们本身也有离婚过，知道离婚不是世界末日。而最后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世代的价值观差异。在婴儿潮世代以前的人们呢，比较常把家庭当成是人生的重心，但是婴儿潮世代长大的人们逐渐会把自我实践看作是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所以当家庭和个人产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容易选择离婚。而这边有一个蛮有趣的数据是，熟年离婚有6到7成是由女性提出的。为什么这么多女性会选择熟年离婚呢？这背后的原因好像也不是很难理解。在传统社会里，男性只要认真工作，带钱回家就是好老公，而家庭琐事啊、照顾小孩的任务都集中在女性身上。这表面上面看起来是很公平的分工但是在外工作的男性通常都有比较大的话语权，也更能够透过工作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在家的女性又要操持家务，又要照顾老公小孩，虽然同样付出很多的劳力啊，还有心力，不少人呢还为了家庭牺牲自己原本的梦想。但是这些劳务跟牺牲往往都被视为是女人的义务，就连拿到了所谓家用或是离婚后的赡养费，也经常被视为是丈夫的恩惠，而不是他们应得的报酬。而且到了现代社会，经济压力变得更大，很多时候女性也被要求投入职场帮忙赚钱，但就算有工作，她们还是被期待要继续负责照顾家务，工作跟家庭两头烧。而到了中老年，一生都在为家庭付出女性，就不免会开始思考，我真的要这样子过一生吗？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男性如果缺乏家庭参与，甚至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在老婆的眼里可能会显得很碍眼。有日本太太甚至形容老公就像一个大型家具一样麻烦，而离婚就可能会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解决方案。那在过去，女性的经济主要仰赖丈夫，就算有想要出走的念头也很难实践。可是现代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更高，经济状况更加独立，要离婚也相对的有筹码。不过熟年离婚之后，生活真的比较好吗？离婚后会不会更好？这个问题其实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同，很难有个正确的答案。像是日本精神科名医保坂龙呢，就抱持着反对意见。他认为熟年离婚实在太可惜了，不但长期一起经营的婚姻生活都化为乌有，实际上可能也没有想象中的快乐。因为离婚后的开销不是单纯的除以2，还有房租啊或是房贷支出，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才能够维持以往的生活品质。根据乐天 Onet 调查呢，在日本有4成的离婚妇女觉得后悔。虽然这是全年龄的调查，不过保坂龙认为，熟年离婚后经济开销增加、孤独感上升，还有亲子关系等等的问题，后悔的人应该比4成还要高。而美国彭博新闻社也有报道指出，根据一系列的研究，经历熟年离婚的人财务会受到重大打击，因为熟年离婚通常已经年近退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恢复财务上面的损伤，而长期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也难以回归就业市场，因此不论男女，生活水准都会下降，而且罹患忧郁症的比例甚至比丧偶的人还要高。不过相反的，也有些研究抱持着相反的看法，像是英国金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相较于男性，女性在确定离婚之后，主观的
幸福感会明显的上升。也有不少人表示说，在熟年离婚之后，觉得人生过得更加快乐，不用再顾虑另外一半跟小孩，不但呢能用最舒服的方式活着，也能够自由的追求理想。那虽然经济上面可能没有以前宽裕哦，但有些人还是认为活到这个岁数，开心随性就行了。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是熟年离婚最大的意义。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制作这样子重要的议题。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呢，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认为哦，一般来说决定携手走入婚姻的人，当然不会想要以离婚结束。可是经营一段婚姻关系，牵扯到的呢，不只是两个人，还有双方的原生家庭啊、小孩、各自朋友等等，当中真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难处。那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如果能够时常思考两个人的关系，及时进行沟通，或许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那如果经过沟通之后还是决定要离婚，我们认为或许可以先思考以下这些问题，预先做好心理建设跟未来的规划。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即将变成日常，心理上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迎接单身生活了呢？而再来更实际的考量，像是在离婚之后有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住，医疗跟照顾方面是不是已经有准备好替代方案了。而最后，就算孩子已经成年了，面对父母的离婚，应该还是会感到很冲击。那离婚之前是不是有对他们充分的做出说明了呢？那当然，我们认为只要有经过仔细的沟通跟思考，离婚其实也不是坏事。白头未必能偕老，却可以追求更不将就的人生。而另外呢，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种蛮新奇的解法。在日本近年来呢，开始流行不离婚也不一定要分居的族婚。日本的族呢是毕业的意思代表说两人在婚姻的责任当中毕业，变成平等的室友，各自过生活。这样既可能可以改善双方的紧张关系，又不用背负离婚的缺点，或许也是一个未来趋势，也说不定哦。那最后我们也想问大家如果在婚姻当中遇到问题，你会怎么选择呢？无论如何都不离婚，努力沟通跟修复才最重要。B 会选择离婚，好好过自己的生活。C 族婚还不错，毕竟呢跟彼此生活那么久了，要分开也很不容易。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熟年离婚的趋势。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后悔当妈妈以及情侣同居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